好，那第二次验的时候啊，我就偷偷的拉手刹车，然后只掉了2声就被发现了，所以又没过。这时候我就火大了，我就立马开了一圈又回来，然后进去之前啊，使出我的大绝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那今天我要去监理站做变更。那我车子烤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。那因为我一直在等，我行照上的验车日期是4月14。那监理站规定啊，就是4月14的前后1个月都可以验车。那我在这前后1个月内去做变更的话，4月14的时候就不用再验车一次，多花1次钱，所以我一直在等时间。然后今天是3月14，刚好是前1个月，所以今天我去做变更，到时候4月14我就不用再去变一次。那我这次要变更有3个项目，第一个是车身的颜色，然后第二个是车顶架，车顶架我还没有安装，然后第3个是后保险杆，我也还没装上去。那变更车顶架要有合格证书、发票，然后当然车顶架要装上去嘛。我已经有找好卖车顶架的商家，我等一下会去跟他买发票跟证书。好，那我们刚去跟老板买了发票跟证书。那因为监理所5点就下班了，然后我明天我4点下班就要马上冲过去做变更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把车顶架安装好。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证书，它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总共有8页，我觉得没什么重要的啦。然后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一页，就是车顶架的形式，记录它的长宽高。然后这个证书上面有写啊，这个车顶架要贴审查合格标示在车顶架上面，贴在这边，车顶架旁边这边。车顶架的左右2边都有贴，所以它一根车顶架2张，总共贴了4张。那我们就先来装车顶架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顶架怎么安装。看起来是蛮简单的啊，就是等一下卡在雨槽嘛，然后这个勾在雨槽上面，然后螺丝锁紧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那我们就直接装吧。这个车顶架还蛮轻的，车顶架插到雨槽里面去，然后这个铁片勾住雨槽下方，然后螺丝锁紧，就这样子，非常简单。好，装好了，非常紧。那我们先去把旧的保险杆拆下来。
好，今天我们本来要去监理站做变更，可是昨天晚上我在装这个新买来的保险杆的时候，装不上去，因为它这个保险杆它是夹在这个旧的这种保险杆上面。它这个旧保险杆，前车主他是把中间这一段切掉，因为它中间这边会顶到这个装备胎的这个铁架，所以我这个新买来的保险杆啊，我要装上去的时候一样会顶到，所以我装不上去。那本来我装这个后保险杆啊，只是想要去测试一下说，如果我没有像车顶架一样用合格的发票证书去做变更的话，去验车会不会通过？如果会过的话，我就不用去做变更了嘛。我只是想测试一下。那既然我装不上去，然后暂时我还找不到原因，那我就先不要装，先把其他验车需要用到的东西先把它装好。那保险杆我们就先放一边。那这个变更货车啊，就是有一些规定，它这个后门这2个窗啊，要锁上这个拉杆，然后中间2个门啊也要锁，所以总共要4根。这根大根呢，就是要锁在这个正副驾驶座的后面这边，然后规定就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除了这几根杆子要锁上去之外，去验车的时候，你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灯，所有的灯会不会亮。然后去监理所验车，这个货车后面要写上你的车牌，然后前面2扇门，正副驾驶的门上面要写上你的车牌，然后总重跟限程2人。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请我儿子帮我写上去了，因为他字比我漂亮一点点。弟弟，帮我写字。好，帮爸爸照纸上面的写，写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，大概这边就可以了。要写漂亮哦，不然爸爸验车不会过，真的。那这个一般人家都会做贴纸贴上去，那之前我也是做贴纸贴。比较好看嘛，字体比较漂亮。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擦擦笔，我把它写上去之后，明天去验完车，我再把它擦掉，这个一擦就掉了。那大概验车就是这些小细节要注意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它弄完之后，明天再去验车。现在已经4点20了，然后我下班就赶快冲到那个监理所这边。那因为它5点就关了嘛，那验车还要时间。如果前面有车在验的话，就还要等。如果超过5点，你验完车之后，都要到柜台去办变更嘛。那如果验车超过5点的话，柜台那边就进不去了，就等于说要先验完车，明天再来办。那我要赶快赶一下，看来不来得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监理站了，然后进来先要到这个检验登记室，跟他说我要办理什么。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。没关系，这个等一下你收着，等一下要给检验员看的。哦，发票跟证书给检验员。哎，你这个病检也到了要一起吗？哎，对。哎，我等一下到那个验完之后，里面变更还要填表格吗？就是这个啊。就不用再填了嘛。
你现在填的表格是这一张啊，变更置放价的表格是这一张。我等一下去柜台拿给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下就是有验合格，再到里面把那个抽号码单再去办。那给你收450的检验费哦。刚到检验登记室，跟他说我们要变更置放架跟车身颜色，然后很快，因为前面没有人，不用5分钟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到验车道，我是在第1车道去验车。希望等一下可以顺利快点，赶得上5点去柜台做登记。要变那个置放架，我要置放架还有车身颜色。车身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哦？蓝色。我请问一下哦，如果我想要装后保杆的话，也要变更吗？要，一样要证书跟发票。要安装证明跟发票。安装证。保险杆的话，它需要有安装证明。安装证明是跟卖家。就是说，看是哪个车体厂帮你安装的，你要请他开个证明这样子。那我自己装哎。自己装也是要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有个来源啊，只是说看是谁帮你做的，他有没有加固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自己装怎么开证明？自己装哦。那还，你是自己在做车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很简单啊，我跟人家买保险杆，我自己安装就好了。哦，因为他就是怕说，如果你安装哪一天如果车子那个保险杆有什么状况的时候，那你可以知道说是谁帮你做的这样子。对啊。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证明，有一个来源证明这样子。对，证明有什么固定的格式？因为它这个是法规规定的。哦，对，它上面是有明确写说要有来源安装证明。它如果装，比如说没有超过那个规定的长度的话，也是要。也是要，因为它算是式样的一种，就跟置放架一样，你今天也是要来变更式样，所以才来的。对，保险那个防撞杆也是一样，它也是算式样的一种。因为之前就是有发生过防撞杆脱落的事情，所以他现在就是说防撞杆你要装的话，就是要来登记变更的。好，谢谢。他现在在量那个车顶架的长方高，跟合格证书上面的记载的资料是不是一样？量得很仔细耶，这个检验人员很认真的比对，上面贴的合格证书的型号跟证书上面的一不一样。那之前我有问过他们检验人员啊，说为什么要检查那么仔细？他们是说因为这边有摄影机啊，他们一定要照规定做，所以也不能怪我们监理所，好像很涂摸。好，我们刚去监理所验车，然后验车的结果是没有过。好，那验车没过啊，总共有4个原因。我们先看这个备注这边，第一个是栏杆，第二个是刹车灯，第3个是号白灯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刹车力道不够。我们看这边，前轮的刹车值要620，前轮是够的。然后后轮要338，我加起来大概只有236。总刹车力道要958，我只有850，所以少了100。好，那除了这个刹车力道不够的问题啊，其他3个其实都是小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栏杆，因为昨天我给你们看嘛。就是它每个窗户都要有栏杆，然后我原本以为后面尾门这边不用栏杆，结果他跟我说尾门这边也要。再来就是牌照灯，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，因为我坐在车上，我也没有下来看，结果
现在我回来之后，我发现牌照灯是有的，你看会亮，只是它可能比较暗。那这个复验的时候再跟他讲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刹车灯，我现在回来测啊，刹车灯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，就是踩了之后它会亮嘛，然后没踩它就暗嘛。可是当时我在验车的时候，刹车灯是很亮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验那个刹车力道的时候，因为差了100嘛，他当时叫我使劲的踩，我就非常用力的踩下去，结果可能就是刹车开关是在刹车的后面嘛，它可能有一点卡住了，造成那个刹车灯是很亮的，所以他就以为我刹车灯是坏的，所以刹车灯跟牌照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栏杆，我会去我钓鱼车那边把栏杆拆过来，所以3个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然后我明天会再去复验一次。那我来讲一下我刚验车的一个小状况跟心得。我在验刹车力道的时候，因为我没过嘛，然后我后面还有一台车在验，代验的帮他验的，是一个女生。那我没过嘛，我就想说已经快到5点了，就算我验过，我要去柜台那边做变更来不及了。我想说我回来把它调整完之后，明天再去算了。然后那个代验呢，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说，你想要验得过的话，车子开到外面等我，我帮你验就过了。那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说，给代验就是省麻烦嘛，花一点钱让他们验。可是其实今天我验车不过，这些都是小事，我自己就能解决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时间快到了，就算他帮我再开回来再代验重验一次过的话，我去办变更登记一样是来不及，所以我就不想给他验。好，那最后我再跟大家快速讲一遍整个验车的流程。以我这个货车为例啊，就是每个窗户都要有栏杆，包含正副驾驶座后面那一根栏杆跟尾门这一根栏杆，总共要有6根。然后就是尾门要写上你的车牌号码，还有你正副驾驶座的门下面要写上你的车子的一些资料。然后进去就先到检验登记室，说你是要做检验还是要办理变更登记，之后开到验车道去验，验完之后到柜台那边去做变更登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自己去监理所做变更登记的过程，希望对想要自己去验车的各位有所帮助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复验过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新的行照，释放架，然后车身颜色变更蓝色。好，那第2次验的时候啊，我就偷偷的拉手刹车，然后只叫个2声就被发现了，所以又没过。这时候我就火大了，我就立马开了一圈就回来，然后进去之前啊，使出我的大绝招，打4轮传动再开进去，然后就过了。这是4轮传动的好处。